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俄罗斯之行持续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据悉，俄总统普京已经接受了访问朝鲜的邀请。另据韩联社报道，金正恩目前已乘专列驶向哈巴罗夫斯克州，并将视察俄战斗机制造厂。对于俄朝之间潜在的新军事合作，美国发出警报称将采取必要措施。而据法新社信息，美国已经批准对韩国出售25架 F-35战机，总额50.6亿美元。据朝中社报道，在朝鲜建国75周年以及朝俄建交75周年之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历史性会晤。金正恩表示，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是朝鲜的优先方向，朝方将与俄方一道对抗帝国主义。朝鲜支持俄方一切决定，并希望继续发展两国关系。Ситуации в регионе. Вопросов у нас много. И хоч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я очень рад вас видеть. Благодарю за то, что вы приняли приглашение и приехали в Россию. 상황에서 오늘 이렇게 대통령을 만난 이 기회가 두 나라 관계를 또 다음 단계 새로운 높이로 끌어올리는 데 중요한 그런 계기가 될 거라고 믿습니다. 在双方大范围会谈后，两人举行1对1会谈，并共进午餐，全程共持续5个多小时。据朝中社报道，宴会结束时，金正恩邀请普京访朝，普京接受了邀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随后表示，具体事宜将尽快讨论，预计双方外长最早于下月初在朝鲜会晤。他上一次访问朝鲜是2000年的事情。如果这次访问能实现的话，那么对于俄朝关系来说肯定是一次巨大的提升。外界注意到，在两人正式会晤前，金正恩的第一个行程就是参观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东方航天发射场。东方航天发射场于2012年开始兴建，自2016年以来已经进行了13次发射。普京曾多次到访发射场，并就兴建安加拉发射平台召开专题会议。按照俄罗斯航天局的说法，新平台建成后，每年能进行10次发射。该项目建设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在普京亲自陪同下，金正恩先后参观了联盟2号运载火箭发射装置，以及俄航天局正在重点建设即将完工的安加拉系列运载火箭发射装置。据俄新社报道，参观期间，金正恩不时向俄方讲解人员询问了大量细节问题，尤其是对运载火箭的运行原理、燃料特性、坠落物问题等特别感兴趣。参观完发射设施并听取讲解后，金正恩还在留言簿写下，俄罗斯作为航天先驱国家的荣耀将永在史册。在被记者问到是否会帮助朝鲜制造卫星时，普京表示，这正是双方来到这里的原因。朝鲜领导人对火箭工程表现出极大兴趣，他们也在努力开发太空。普京还被问到是否会讨论军事技术合作，他表示，双方有时间，不急于讨论所有问题。There are certain restrictions on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North Korea, but there are things that we, of course, can talk about. 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媒公布的影像画面中，可以看到负责朝鲜军需工业的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秉哲、导弹专家军需工业部副部长金正直，以及导弹专家朝鲜国防科学院院长张昌和。这个组合曾被外界称为“火箭三人组”。是朝鲜核岛计划中的关键人物。有分析指，从朝方阵容与普京的答记者问两相对应，意味此次朝俄领导人会谈大概率是关于卫星技术、火箭技术以及发射技术的专题协商。As for Kim, he wants advanced technology for his missile programs. Putin saying this morning, this is why we have come here, because of Kim's interest in missile technology. 自1998年以来，朝鲜共8次进行卫星及卫星运载火箭发射试验，其中仅2次将卫星送入轨道。今年以来，朝鲜2次进行军事侦察卫星发射试验均未成功。官方报道称，问题都来自千里马1号卫星运载火箭。而另一方面，俄航天局是全球最成熟的太空发射服务提供商之一。2022年之前，该机构提供的服务占国际发射市场份额的20%左右。但2022年后，美国及西方世界升级对俄制裁，航天发射成为遭到制裁的重点。卫星还有火箭相关的技术，肯定是朝鲜迫切希望的一个东西。尤其是朝鲜今年试射2次侦察卫星失败，也暴露了一些技术上的短板。朝鲜目前是可以把
火箭发射出去，那个弹道导弹也可以发射出去，但是后续的侦察和测验其实是面临一个短板的。事实上，普京与金正恩会晤后，双方均未对外公布会谈细节，也未签署任何共同文件或声明。但俄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在会后的发言还是耐人寻味，并引发联想。他表示，双方达成的一切共识均将得到实施。而对外界关心的武器交易及朝军援俄问题上，佩斯科夫表示，双方未讨论朝军部署俄乌战场的问题。对于此次会晤，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记者会上第一时间予以回应，并警告朝鲜不要向俄提供武器。We continue to urge North Korea to meet its public commitments not to support. And if they decide to move forward with some sort of arms deal, well, obviously we'll take the measure of that, and we'll deal with it appropriately. 针对美方的威胁，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回击称，美国无权教我们如何生活。美国人可以向热点地区提供武器，但根据美国的逻辑，俄罗斯与外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就是非法的。有分析指出，从目前情况看，未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势必进一步升温。当地时间9月13号，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发布一份声明称，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韩国出售 F-35战机以及相关设备，交易估计价值约50.6亿美元。美国会众议长麦卡锡12号在没有诉诸众议院全体表决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对总统拜登启动正式弹劾调查。白宫随后反击称，这是最恶劣的政治手段。有外媒爆料称，明明在本月初，麦卡锡还打算在全体表决后再启动弹劾调查，为何现在跳过这一环节？而在弹劾调查和弹劾总统之间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拜登最终被弹劾的可能性有多大？此事对2024年美国大选选情又有何影响？来看看报道。当地时间12号，美国会众议长麦卡锡在国会宣布，已要求众议院相关委员会启动对拜登的弹劾调查。麦卡锡称，众议院在对拜登及其家族的商业交易调查中，发现拜登对美国人说谎，有近2000万美元通过多间空壳公司直接支付给拜登家族成员及伙伴。麦卡锡形容，已就拜登家族描绘出一幅腐败文化图景。These are allegations of abuse of power, obstruction, and corruption, and they warrant further investigation by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at's why today I am directing our House committee to open a formal impeachment inquiry into President Joe Biden. 在美国历史上，除了辞职的尼克松，只有3位总统遭到弹劾，分别是1868年的安德鲁·约翰逊、1998年的比尔·克林顿和遭到2次弹劾的特朗普，但没有任何一位被参议院裁定有罪。一直以来，共和党一直指责拜登在2009年至2017年担任副总统期间，从儿子亨特的海外生意中获利。不过，亨特的一位前商业伙伴上月在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上公证词时说，亨特营造出一种可以通过他接触拜登的假象，但据他所知，拜登没有任何不当行为。So far, there has been no evidence that his father did benefit. Meantime, House Republicans in their investigations have presented zero direct evidence to contradict that. Also, McCarthy is doing this now unilaterally, without even a vote, even though Kevin McCarthy himself from 11 days ago disagreed with that method. 事实上，诉诸众议院全体表决并非必要环节，但毫无疑问将增强弹劾的合法性。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麦卡锡之所以单方面宣布启动，是因为他的团队近期调查发现，如果诉诸全院表决，启动弹劾调查将无法赢得过半票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席记者马努拉朱认为，麦卡锡孤注一掷的背后，关键在于他对自己的领导力没有信心。Leadership test that could happen at any moment, and also impeachment. That is a question that members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have. How long will this investigation go? What will it actually produce? 有观察指，麦卡锡做出这项决定，是由于他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来自共和党内部，特别是强硬保守派党团、自由核心小组的压力。这些众议员认定，麦卡锡没有遵守他今年1月初艰难赢得众议长选举时所做出的承诺。这些强硬保守派威胁要驱逐麦卡锡。比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粉丝，在年初众议长选举时疯狂搅局的马特·盖茨，
就再次威胁要把麦卡锡赶下台。Mr. Speaker, you are out of compliance with the agreement that allowed you to assume this role. The path forward for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s to either bring you into immediate total compliance or remove you. 按照法律规定，弹劾条款首先要得到简单多数众议员赞成，然后还需得到2/3以上的参议员支持。所以，即便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全票通过，将弹劾条款送入参议院，也基本上会被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否决掉。《纽约时报》13号还爆料称，特朗普经常与推动弹劾拜登的国会共和党人通话，并一直私下鼓励共和党议员弹劾拜登。Why aren't they impeaching Biden for receiving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Is it clear that Trump is a major driving force in this to you? He is certainly somebody who supports it, is behind it, has been talking about it, as you see in those clips, has been talking about it behind the scenes. There's no doubt that Trump, and this is his style, he sort of drops something into the conversation and Republicans take it up, and it's often offered as some kind of a suggestion. It's not a surprise that it went this route. 台湾国际问题专家金荣勇向深圳卫视表示，对于拜登来说，弹劾调查不一定会造成重大影响。一方面是由于指认拜登涉嫌滥用权力的证据不足，另一方面是这次弹劾调查可以视作共和党的政治报复，不一定能够得到选民的认可。总体而言，这就是一场政治闹剧，是两党政治恶行斗争的产物。美国政治现在陷入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死胡同。过去美国的两党政治是有这个彼此的竞争那一些，但是基本上是有一个共识，所谓的刑不上大夫，或者刑不到于总统的层面，因为总统是超脱于两党的政治。从上一届的这个特朗普的总统到现在，给美国政治创下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就是对方的这个敌手呢，已经是等于说可以到无限上纲。那这个其实对美国来讲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